好，中美贸易战真是牵动了全球哦。那当然，这一波是川普拉起了对于全球各地各国，然后实施他的这个关税大棒啊。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中国大陆对于美国的报复也是从今天开始要生效，包含对于煤炭啊、液态天然气要加征15%，对于原油、农业机械还有大排量的这些汽车皮卡加征10%，总共涉及80项产品也没有再给你拖延的啦。那这个美方呢是说要对于所有进口的钢铝科25%的关税而你呢明天来宣布对等的关税，所以看起来你来我往的，现在这个不断在加温当中这一场贸易战已经开打了，但是世界各国也都在这一波的震荡当中，到底谁能够幸免呢？这次大陆对于美国这个加税生效，精准开火，未来可能会是采取逐步加征的方式。这次虽然只有80项大概是占美国产品的12%这来加征关税，但是呢，都是跟川普金主关系比较大的项目所以对于川普是精准打击，冲击力比较强。那未来大陆可能就是我先给你这样子试一下这个80项的这个力度未来采取逐级加税留有子弹。那对于川普选民打击比较大的一个农产品呢，这次是没有列入清单当中。那我们看《金融时报》讲就是川普这一回先祭出关税再问问题的战略，后期的后果不太明显，但是呢，足以严重造成这种长久的冲击，促使呢遭受到美国威胁的国家另外结盟。结成什么样的一个盟呢？现在已经隐约看到了一个反美联盟呈现了。那反美联盟也包含了过去的一些盟友，最近对他讲话也都是非常的不客气那首先来看一下马克宏讲说，你美国搞清楚华盛顿，你对欧洲的关税推升会导致你自己美国的通膨所以你现在是不是应该去看看中国大陆才是你首要的问题呢？那将会跟这个川普的金融威胁正面交锋。那还有加拿大。川普一直在讲说，这个要变成51州，人家就说，你这是开玩笑吗？他说没有，这是没错的呀，因为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州会更好我们每年跟加拿大的贸易损失达到2000亿美元，不希望这种情况发生还持续坚定他的这样的一个说法，所以现在有很多的民众呢就跑到了这个温哥华前的这个领事馆来这边抗议川普，这样说呼吁要建立强大独立的加拿大，叫川普滚开有这样的一些抗议的团体已经去表达他们的一些诉求了。还有呢，这个川普呢，他搭乘空军1号飞越这个美国湾，因为他才刚签署这个声明就是说宣布2月9号呢是美国湾日连机师都广播这是史上头一次呢飞越重新命名的美国湾不叫墨西哥湾然后他这样子抵达了纽奥良。那川普还大赞说这个机师的表现真好这深得他的心所以真的是要知道川普的性格怎么弄，但是也反映出来他真的很想要吞并加拿大吗？那另外呢，他现在大砍支出，包含了马斯克现在他们的这个效率部门大动作在洗涤全美真的也是导致本身美国内部真的现在这个声浪反弹的声浪跟动荡的声音不断。那我们看看他这个效率部门呢大砍支出，甚至呢这个国内外这个联邦机构的运作都陷入到混乱有一些机构的一些人员都没有办法进行他原本要做的一些工作了。那这个马斯克还取得了很多政府资料输入到 AI 里头就再看看用 AI 算出来哪些人可能是冗员，然后就把它给砍掉人家讲说这看起来是要用机器来取代人力的目标是越来越明显的，甚至他现在还瞄准了这个美国之音跟这个自由欧洲电台。我们都知道美国之音是比较好像替美国执政者来发声的一个频道，那他比较是站在美国立场来讲话的，但是他现在竟然也讲说这是在浪费纳税人的钱应该要全部的关闭哇，那这样子看起来马斯克真的是动起来，包含了那6位天才儿童那我们看到川普受访的时候，他也甚至讲说马斯克其实什么都没有得到，事实上他也很想知道他怎么能够为政府效率部花费这么多时间非常的投入那不过后来又讲说是我告诉他要这么做的呀。
然后看起来就一搭一唱，一边快，我不懂为什么他那么认真，其实是我教他这么认真的。那反正现在看起来，这两个人真的疯起来，美国自己本身也是这个里面受不了了。你看到这些一些电话都被打爆了，有民众向国会议员致电呢，寻求服务，说现在这个议员的办公室的电话都忙不过来，每分钟大概有1600个来电量。有一些国会议员跟官员讲说，国会电话系统已经被打爆了，反映出来川普恣意妄为的这样的统治之下，美国的政治体系正向崩溃的边缘迈进了。首先我们来问一下亮哥。川普目前的贸易战的打法，真的看不出他的逻辑啦。比如说我去查了一下，那个加拿大跟墨西哥出口到美国最大前3项全部都是汽车零组件啊等等啊。那后面2项，一个是电子仪器，那另外一个是电子零组件。那里面排名第1名叫做 GM 通用汽车。排名第3叫做 Stellantis， 排名第5叫做福特。请问你是要干嘛啦？你是要逼这些美国企业回去美国生产吗？那工资立刻拉高。对，所以现在墨西哥的车卖到美国，平均一辆现在是普通的小客车啦，增加$2400。哇！因为增25%嘛。$2400台币将近7万那你认为这种车是谁在买？一定是中低阶层嘛，对不对？那你到底是要干什么？难道你的目的是叫那些美国企业回去吗？那美国企业跑到墨西哥就是贪这边便宜啊，那你叫他回去是要干嘛？对。那而且据我了解，美国跟墨西哥跟加拿大的汽车的供应链那已经非常紧密了，有人甚至说有一些零组件的来回可能要4次。就非常的密切了。比如说通用汽车也在美国啊，也在墨西哥啊。那来说加拿大加拿大排名第1叫做原油。那川普你不是要油品价格下跌吗？结果他说加拿大那个原油我只增10%，一样啊，你会涨啊。因为加拿大那个原油第1名$935亿，第1项啊。加拿大后面4项。有3个也是汽车，所以我不知道他要干什么因为结果墨西哥就火大了，墨西哥说那我也要针对你的农产品，我一样就要课25%的税。那加拿大更火大，我跟你讲，加拿大跟墨西哥根本就是豁出性命来跟你拼啊。因为他们根本不是美国的对手，可是你看加拿大那种风法，我就跟你拼啊。我就专门挑共和党的州，然后也磕你25%。到底这样是要玩什么目的啊？就你的目的是什么呢？那我认为接下来中国也一样啊，那个10%，中国才不管你呢，我反磕你12%，就是这样啊。所以我觉得我真的看不到他的策略了。这世界乱了。就是这样啊，所以怪不得人家叫他。为什么大陆会叫他川建国2.0呢？就这样。好，来问谢老师。其实这个关税本来就关税战是一个2面刃。你一方面你可以把外国产品挡在外面，那另外一方面你会针对这一项产品，你会增加国内的消费的成本。因为你关税会加到它的那个零售价里面去，所以事实上是不宜轻用。所以美国用关税战，一方面伤别人，自己也在伤。对，这个是最基本的道理啊。可是川普洗脑很成功，你知道？因为我看到一个影片美国记者跑到街头访问一位看起来还蛮不错的一位先生，说：“你知道，如果我们对中国的产品课关税25%，这个关税是由谁来出？”结果那位美国的绅士就说：“当然是中国政府出啊。”振振有词。结果旁边就出来一个人，他说：“我是做贸易的，美国贸易商，我既出口也进口。我告诉你，这个钱不是中国政府出的，是我们美国的进出口商先把钱交给美国政府，然后我们再把这个钱转嫁给我们的消费者。
所以真正出的钱是我们的消费者。对，结果那位美国的那个绅士，他还在那边辩，他说不可能，你胡扯。他就说他是中共同路人是吧？对，他就说他这就是中国政府出的。不管怎么样，中国大陆这次的回击哈，只占整个中国大陆哈就是说啊，美国自中国大陆进口的12%，可是它是瞄准的打。第一个哈，农机产品打的是美国John Deere。John Deere 这个公司哈是世界500强，它有67000个员工，它把你在中国市场打一下的话，让你哈7000个员工失业的话，这个政治压力就很大。而且John Deere的产品很多是我们台湾买不到，为什么？它太大了。它那么大的，你到美国中西部看，你看美国的农具有多大，大到你吓人。那个只有中国大陆的那种规模的农业才买得上，而中国大陆对John Deere很有兴趣。我们是小农经济，我们对这个很有兴趣。中国大陆就打John Deere，然后呢，高排气量汽车打谁？打 GM 跟什么 Ford，因为他们一个出凯迪拉克，一个出林肯，所以呢都是针对打得很准。好，来请教赖老师。确实啊，因为大陆对于美国的关税采用精准打击啊，都是跟川普背后的金主有关啊。中国大陆打这个关税的时候有没有替代品？有，刚刚讲的农机产品就可以从其他国家来获得啊。那对于原油呢？对于天然气呢？有，因为他们刚好这个团也到了这个哈萨克签了很多新单，所以等于是美国这边如果一旦关税这么高，美国出不了的时候，在中国大陆例如说我们看到在上个礼拜的时候，大陆的有一些船，一看如果到的话，关税已经克了，就卖不掉了，干脆就转单转卖了，然后就移动到别的地方去。那大陆理论上讲，那就缺了400多万吨的这些原油，怎么办呢？其实从哈萨克从别的地方补进来，所以等于是大陆在告诉美国人说，我可以打你关税，而我有替代品。你打我关税，可是你不见得有替代产品，这个是不同的。接着我们也留意到了，川普他本身在打这个关税的时候他确实以现在的情况，他对大陆来讲就10%，可是他的钢铝税很明显的不是针对中国大陆，却是25%，然后他的对等关税也很明显的不会是针对中国大陆，可是确实针对他的所有的盟国，所以我们的推断就是说，大陆跟美国相当有可能就新的一轮的贸易磋商，很有可能已经开始在酝酿，而且也很有可能在形成，所以才会传出说，会不会是以2020年那个时候的贸易协议作为脚本，从这个地方开始在检讨。因为当时2020年的时候有一个双方的贸易磋商，就是中国大陆2年向美国买2000亿美元的产品，但是美国必须对中国大陆的若干的关税都要降下来，所以当时有这个交易。那美国关税不降，中国大陆就不会采购。那后来我们也看到，那这个协议就没有落实了。那现在如果中美又开始启动这个协议，那就是代表川普不是为了打贸易战而打贸易战，川普打贸易战的目的是为了他想要交易。可是问题是，当他的对等关税也好，钢铝的关税也好，那他是对他的盟国下重手，可是他对中国大陆的关税，如果一旦交易完成，也就是说大陆向美国多进口，美国想要卖的东西，美国也同意卖给大陆想要买的东西，那如果再加上就是一些关税降下来，那不是就解决问题了？所以相当有可能，我觉得会掉出大家的眼镜之外，就是说，好像川普在选前很凶狠的，就是中美要打贸易战，怎么到最后两边的贸易战没打起来，反而跟他的盟国打起来贸易战呢？再报告一个新的数字CBS 哥伦比亚公司最新的民调，川普的民调上升到53%的支持者，这个是历史上新高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好 ，DeepSeek 真的是震撼了全球，所以现在好像各国通通都在讲说要赶快来做 AI 啊。那马克宏又来了，他前2年不是才在讲说要来做什么新能源、电池、电动车，然后不了了之之后，现在他又要开始搞 AI 哦，他就说要有一个法国版的星际之门，宣布要砸这个1090亿元。欧元哦，来投入这个 AI 的投资计划啊，大操大办又开始要好像重现法国的荣光啦。那他这个巴黎 AI 峰会登场哦，那他说呢，就接下来这个因为中国大陆有这个 DeepSeek 嘛，所以他们这个峰会呢，2月10号到11号要在巴黎大皇宫举行哦。那包含了全球将近100个国家的政府的，还有商界的领袖啊 ，AI 产业的一些人士哦，学术界以及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呢，都会去参加。那还有包含了这个美国，他们可能现在也是主要针对美国，也是他们一个主导的地位哦。所以法国有一个危机感，就是说我们欧洲不能够在 AI 的这个竞赛当中哦落后太多哦。那所以这个峰会就会变成欧洲跟美国、中国竞逐的一个角力场，还讲说哦，不要让欧洲变成蛮荒之地哦，因为他还联合了另外一个人。莫迪呀，莫迪也是有远大梦想的，就是他们两个现在要这个联合起来，就是说哦，我们要对于这个 AI 的发展啊，觉得说不能变成蛮荒之地，是要有一些相关的规范的。那这一次呢，这个 AI 峰会传出呢 ，DeepSeek 的创始人也有受邀，那大陆的国务院副总理呢也有去参与这个巴黎的 AI 峰会，但是呢，就是因为这个 DeepSeek 的横空出世哦，看起来好像。就让马克宏的 AI 领军梦有点破碎了。不只是冲击到法国啊，全世界都看到了这个 DeepSeek 真的是怎么可以有这种破坏式创新的方式哦，完全不同于 OpenAI 的一个做法，让大家真的是发现了中国大陆 AI 的一个实力。那再来讲到了这个中美的 AI 大战哦，就是到底现在 TikTok 是要由谁来购买呢？马斯克已经表态，他说他并不想购买收购这个 TikTok， 他说他其实自己本身也没有在使用哦。那他说他买 X 呢，其实那个也算是一个例外。他通常喜欢是自己从无到有来创立一个企业，所以呢，他说他接下来也要去搞这个 XAI 啊，因为他什么东西都喜欢加个 X 哦，所以他自己的 AI 公司未来也是叫 XAI， 然后他可能是用这样子来跟 DeepSeek 来做对决。那华友讲说，在马斯克其实拿政府数据喂 AI 哦。也是这个用意哦，就是他已经把美国的这些数据全部灌进到他的 AI 里面，也可以强化他这个 AI 的这个演算跟运算哦，就有那么庞大的一个数据，可能也是他的一个策略之一哦。那再来，美国媒体讲到。今年呢，美国科技巨头投资 AI 的热潮可能会增加数百亿美元。那这样看起来的话，恐怕是要跟这个中国大陆掀起一番。今年应该可以称为是中美这个 AI 对决元年呢。那因为这个 DeepSeek 引发了震撼，其实呢，中国大陆不止 DeepSeek 啊。中国大陆 AI 多的是哦，就各个龙头企业都在做这个 AI， 连字节跳动也在做 AI 啊，所以其实大陆有非常多款的这样的 AI 的模组也陆续在登场啊。那对于美国来说也是非常大的一个冲击。那特别这一次，因为这个 DeepSeek 也好，或者是这个哪吒也好啊，通通都是来自杭州。最近人家讲说杭州杀疯了，因为以往大家对于中国大陆讲到科技都会讲深圳，可是现在杭州真的是把这个深圳的这个风头全部都抢走了。那杭州的科技四雄啊，现在包含了就是我们讲到 DeepSeek， 还有宇树科技啊，还有之前这个黑神话悟空啊，其实也都是来自于这个杭州哦。所以哇，真的是搅得美国科技业矽谷不得安宁啊！这一次杭州的科技四雄，甚至还有人说有杭州这6龙还不只是4强啊。所以杭州这样子在扶植科技产业的确交出亮眼成绩单。哪吒现在它的全球影史的票房大概距离榜1只差100多亿，那外媒预测它可能这次可以高达14.8亿美元，那可以闯入到全球影史的不是%，而是前40名哦。那北美的首映哇，
看起来很受欢迎啊，就是哪怕是讲一个中国的故事，可是美国现在因为可能有小红书的影响，对于中国文化是非常感兴趣的。哪吒就刚好搭的这一波热潮，也在这个北美上映哦，所以哇，你看它的首映票房也是非常的好，这样全部都坐满的一个情况哦。所以美国的小朋友也在讲说，他们去参加这个首映哦，觉得对于这个中国的神话少年角色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希望以后可以看到更多这种中国影片，这是来自于我们这个中国的一些传统的故事，反倒好像跟他们的这种好莱坞这个自己编出来的这种复仇者联盟有不太一样的感觉，真的是东升西降。我们来问一下亮哥怎么看？我们事实上从来没有看过欧洲有像样的互联网产品啊，所以马克龙，我看回去洗洗睡吧。我跟你讲，欧洲几乎全部都在美国互联网人工智能的阴影下，几乎没有例外。我们看到了替代的产品几乎都在亚洲，而且亚洲也基本上集中在中国大陆，基本上舞台上没有欧洲的，没有，几乎没有，就是中美的事。其实日本、韩国还有一些零星的，比如说韩国的 Never 啊、Line， 它靠透欧洲，所以马克龙不用吹了啦啊。那有一些就用变的吧，用方便的啊，不是变来变去啊，方便的。比如说印度就拿来主义啊 ，DeepSeek 就回去直接把 API 给装了吧，啊，这可能更快了。因为我昨天看到中国大陆那个 Kimi 也发布了 1.5 的版型嘛，啊，那因为我是对这种东西蛮有兴趣的，我就去 try 了一下啊，它有图形辨识哦，这个 DeepSeek 没有，所以我跟你讲，这种东西很难想象会爆发出什么，而且已经有人开始分析那个 DeepSeek 在中国已经开始形成一个生态系啊，那有一些公司要投资它嘛，那还有应用场景开始多元化，比如说3大电信公司就跟他签约，所以他以后在家里就有钱进来了。那电动车也有人跟他签，这只是2个应用场景，一个是电话，一个是电动车，那它可以用的应用场景多嘞，所以我是觉得这个东西只要一个科技突破，接下来就是生态系的建构了，这个没什么话好说了啊。那马斯克他当然有分量说这个话，因为他是 OpenAI 的共同创始人，那就是因为他坚持开源，结果跟那个阿特曼闹翻了，对。所以为什么他出来肯定 DeepSeek？ 因为这个就是他要做的东西，就开源啊，所以我相信未来这个 XAI 啊，一定是开源的啦，那所以我觉得他是一方面欣赏啊，那一方面觉得我也可以做啊，因为他本来没有这个跟阿特曼分手之后为什么没做？因为他没有把握做得出来，结果 DeepSeek 做出来了，所以他现在可能就受到刺激啊，就发现这个是可以努力的方向啊。马斯克这个人只要一卷动，我认为会有蛮多资金会跟着他走。我讲的是美国的部分嘛啊。那其实我们现在看到，今年美国 AI 有3000多亿美元投入嘛，这个大部分都是在去年底就募到了啦。所以我觉得指标不在这里啦，指标是今年第2季之后会不会办减资啊？才知道这条路走不通，我觉得那个时候才是关键点啊！就能不能活到第2季？因为那个美国的5姐妹那个时候就会知道它的订单有没有减少嘛。比如说像 DeepSeek 这种开源的，到时候会铺天盖地的，到处都是。那中小企业就被它吃掉。那到时候 OpenAI 就会发现它有一些订单没了，因为人家发现比你便宜啊，不需要做到那么好啊。反正可用就好啊，不只是 OpenAI 啦，包括 Meta， 你搞那个大语言模型压嘛，有必要做到这么好吗？那有些人就会打退堂鼓，所以我觉得要到第2季才是见真章啦。那也很快啊，3个月就分生死了。这个没有办法，因为这个生态太快了他那个时候就会开始见到，他的订单预估可能太乐观了，那到时候就要面临减资的问题。
因为你不能一直丢钱啊，对，你有回收的问题耶，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看比较准。好，请教介老师。其实欧洲事实上他没有搞清楚 AI 是哪一种人种在玩的游戏，欧洲人应该是没有游戏，没有他的份。子弹，因为事实上的话，在搞 AI 基本上都是中国人在打中国人，对，连美国也是中国人在搞，所以基本上这个我不是说人种优秀论啊，这跟人种好像有一点关系，对，那也跟你这个民族他重不重视这些科技啊，愿不愿意投入？像美国这个在美国的这些非移民的这些学生在美国念书的话，他基本上首选都是什么？都是法学院跟商学院，没有人进工学院跟理学院的啦。我跟你讲，我以前在美国的时候，有一些我们的这些侨胞在美国的大学里面，比如说物理系的教授，他说我们物理系平均华人是占90%，教授、系主任，包括学生加起来90%，他其他的没有了，了不起还有几个印度人，就这样。对，所以这些科技的东西主要在人才啦。最近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哈佛大学教授，他对大陆有一个人才，跑回 DeepSeek， 他特别提出来，他说这个人叫潘子正，潘子正也是中国大陆留学生，他曾经在这个NVIDIA 做过实习生，后来出来以后呢，下来以后，念完书以后，他没有留在美国，他回到中国，就到 DeepSeek， 他就是搞 AI 的天才啊。所以人才在哪里，你才有哪一个产业。那事实上 DeepSeek 如果说叫那个马克宏还有这个要去弄清楚DeepSeek 不是中国的国家项目DeepSeek 是一个私人公司自己的一个项目，虽然它投入大概也差不多10年，因为 DeepSeek 在成立之前，它的母公司叫幻方，幻方就已经在投资在 AI 方面了。然后最近2年，它这个更清楚的方向，然后不断有产品出来。可是呢，这里面不是说你投资多少钱，因为这次 DeepSeek 给这个 AI 业界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功课，一个答案就是说，不是你花多少钱，是你有没有这个人才。那这个人才都在中国，请问你法国有这个人才吗？美国的人才现在冒出了一个华裔的小朋友。他也是华裔的对，要出来要带领美军来击败中国的 AI， 所以关键在人才。那没有这个人才的话，马克宏只有钱的话，那是痴人说梦。好，李耀赖老师，这次 AI 的会议是由印度跟法国合办那举办地是在巴黎大皇宫里面，所以大皇宫的场地比较大。是大型展览会议，还有大型会议用的，所以可以容纳非常多的人参与这次有100多个国家来那中国大陆也表达了诚意，所以由副总理张国京，他是学科技出身的，清华大学毕业的硕博士生，然后他是很顶尖的一个高手，他代表带团去参加。我觉得他主要的目的是要了解，就是印度跟欧洲。或者印度跟法国，他们想怎么样去发展他们的 AI，也就是 AI 要怎么去走，是要走向美国这边，还是单独的又弄一块，还是要全世界融在一起？因为它这个牵涉到是全球 AI 治理的问题。大陆在前段时间办了一个人工智能的全球大会，办得很成功。那也就是大陆很积极的参与全球智能的问题，他希望是进行全球治理，也就是说，大家不要搞一个条条框框，每一个国家或者每一个区自己搞一个区块，这样子人的这种人工智能就没办法串联。美国本来想搞一个闭源的，中国搞开源去撞它，所以现在开源很明显的受欧洲的欢迎，受全世界的欢迎，因为开源会使更多的在竞争力上比美国差的，他们更有机会成功。所以开源是受欢迎的，但对大陆来说，欧洲也好，印度也好，都是一个大市场。那这个市场如果他们自己搞一个封闭型的市场，那这个也对于全球的这个治理并不好。为什么？因为未来 AI 会发展出深伪的问题，深伪很有可能就会
涉及到犯罪的问题了。例如说诈骗会被犯罪集团他们所拿去使用，所以未来的申委要怎么去辨识？那以后可能会有一个标准出来，任何一家公司它本身就要有，也就是说以后你是用 AI 合成做出来的产品，本身就必须要有标志。对。这个是一定会这要走向法律了，对，这要有法律的配套措施。所以这个部分里面，它就牵涉到人工智能的问题，还有隐私。为什么 AI 在欧洲比较难走？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前大使谢文吉，大家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国际事务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好，这个川普的关税名单哦，现在大家在示警说可能也会挥刀挥向台湾呐。本周他可能就要宣布这个新的关税名单哦，恐怕有8个国家要在这个名单上面，台湾当然也是狙击的目标之一哦。那我们看一下，他说根据分析，川普会优先选择哪些对于美国存在这种贸易逆差、征收高关税的国家，包含了中国大陆跟印度。其次是欧盟、台湾，还有这个越南啊、泰国啊，第3级才是日本跟马来西亚哦。那我们看看呢，现在这个就有一些相关的台湾的一些报道讲说啊，因为怕被波及哦，其实已经有很多的台商现在要返台设厂哦，避免这个关税的大刀啊挥向中国大陆。但是看起来就算回台湾，是不是也难以避免哦？因为同样这个川普仍然也是要把台湾列为一个加征关税的目标。那我们看看这个葛莱仪就讲到了，他说川普打关税牌哦，其实希望台湾对美贸易顺差归零。台积电然后也是在这个名单当中哦，他希望能够对美国来多做投资啊。那这是一个谈判的手段吗？加州共和党的主席就说啊，他会这样点到台湾哦，可能是手段吧。他说，因为他在谈判过程哦，通常会用尽各种方法来确保美国的地位哦，所以针对这个半导体科税关税的这个议题呢，其实就是他的手段之一。那再来，我们看到了经济部次长现在要出发去到这个华府这边要进行沟通哦，希望能够这个川普是不是对台湾不要加征关税哦，不要也变成他主要针对的目标。那再来我们看一下石破茂，这相当积极哦，去到了美国这边跟川普见面，那几乎全程是透明，让媒体可以采访的哦。那他们会面30分钟，等于说对媒体破例开放超过20分钟啊。那但是呢，这20分钟也被拍到说，石破茂坐姿有一点懒散的样子哦，左手搭在这个椅子的扶手上，右手才伸向川普握手。日本的社群平台就出现了大量的批评哦，就说怎么又是这个样子呢？就是感觉好像做没做相啊，就是他常常就是有一些这种在外交场合上的表现都被日本人觉得说，哎呀，就很丢脸了，都没有一个礼貌的那种感觉啊，所以又被日本人给骂翻了。那再来我们看看，他这一次还有去到跟川普见面的时候，还赠送了金色的武士头盔。那他这是投其所好吗？他说表示哦，这个接下来日本呢，可能就是有望可以免征收这个加征的关税哦，他是觉得说挺乐观的啦。他说关税对于两边都没有任何的帮助哦，没有办法单方面获利的行动都其实是没有办法长久的。关键在于日本跟美国之间如果有问题哦，才可能会被加征关税。他认为现在已经把这个川普按捺好了，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啦。那而且他们要加强对于美国的投资，投资1兆美元。他在会后的记者会表示哦，除了投资之外，还会增加购买一些天然气。那有关这个日本制铁公司对于美国的钢铁公司的收购计划，他现在讲法是说，不是简单收购，而是要对于美国的企业进行投资，可能也是他们这个谈判之后的一个协调结果，就是并不会被日本给买走，还是属于美国，但是它变成了一个投资方吗？那感觉上面人家讲说，你看石破茂做了那么多，台湾是不是要赶快跟上来啊？那再来龚总也有回应这件事情，就是我们是不是真的要加购天然气呢？那龚总啊，就是经济部啊，现在有在谈这些细节。龚总认为是互蒙其利啦，就是有可
有望可以降低对于美国的贸易顺差。那再来。还有美国的学者提到了，就说台湾应该要仿效日本大量购买这个液化天然气哦，甚至呢还发文询问台湾如何让美国总统有兴趣并吞它啊，说这不是一个太糟糕的选项。哎呦，难道我们台湾也变成一个并吞名单吗？有这可能性吗？中国大陆会允许吗？那再来哦，俄乌战现在也是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除了台海之外，俄乌是要停了吗？下一个是台海了吗？因为呢，川普向《纽约时报》讲说他已经跟普京通了电话了，要结束这场俄乌战争。但是呢，克宫对于他这样子爆料给美国媒体哦，是不证实也不否认。所以现在看起来到底谈的结果如何不得而知。但是呢，这个俄国驻联合国的大使讲到了，他说他们现在正在等待美国发出合适的讯号。那俄方愿与美方以平等为基础来讨论乌克兰的议题啊。那如果说这个终结俄乌战争，川普要这么做的话，可能会希望中方来施压俄罗斯。如果中方出手的话，是不是也有可能在台湾问题上面作为一个交换条件？现在变成外界的一个揣测啊。那我们首先来请教一下亮哥，这个石破茂的策略真的值得台湾参考了。那个日本，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他知道川普喜欢大的东西然后就跟你说，我们愿意把日本对美投资拉到1兆美元。这听得多爽啊，对不对？实际上呢，日本现在累计在美国投资是7793亿，所以事实上实质增加只有2200亿。2200亿除以4，一年只有500多亿。其实以日本那么大的国家，一年500亿不多我们台积电去投资美国就650亿了。但是他面子说得很大。对啊，川普不懂嘛，川普事实上什么都不太懂所以可是他一听到就觉得哇，不错你这个有照顾到大哥的想法那大哥有面子。那第二个就是刚刚讲到，我们日铁新日铁要投资美国钢铁，不是收购是投资因为那个美国钢铁那个设备太旧了，我们愿意把我们的技术注进来，所以我们不是要吃掉美钢，我们是要让它成为一个更伟大的公司。你看他多会讲话，然后说我们也愿意买美国的天然气，然后说那只要是合情合理的价格我们愿意买。那主要就这3点嘛。所以我是觉得我们要想的大概就是这一种那而且级别要高。你现在派去一个经济部次长，你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你郭志辉不自己去呢？而且现在去，我讲白了啦，川普大概有可能会见台积电的董事长因为台积电应该是明天嘛，要在美国开董事会那川普有可能会见他了见董事长，对你经济部长恐怕没什么兴趣吧所以我认为台湾应该要让高阶的人讲话比如说赖清德总统自己那也开大支票，比如说我们上次提那个军购那也可以再讲一次就说对川普真的就是你越低级别他给你开越大，因为下面的人不知道川普在想什么所以我觉得你一定要让他对你印象深刻，你受到的伤害才会变小所以我觉得石破茂这个就是我认为是一个好的界面就是因应那个川普的关税战，因为我跟你讲美国即将面对的那个关税战的对象，下一个就欧盟，那中国跟欧盟是最有底气的，所以美国筹码不多，可是接下来就是日本、韩国、台湾，这个美国筹码可多了而且这里面最没筹码叫台湾所以你如果太晚出手，我认为你会最倒霉那第二个啦，事实上现在市场上也在传说我今天就看到陆行之他是半导体专家嘛他写了一个脸书在讲说台积电这次去川普可能会跟他要不少东西那会不会叫你投资阿斗陆行之这样写的投资阿斗，然后他后面就写一个说这个不是 TikTok
我觉得他暗指英特尔嘛。对，我不知道台积电会不会被迫拿出一笔钱来投资英特尔。我觉得这可能性是存在啊。对，就拭目以待吧。好，请教季老师。就是川普现在目前照他的这个做事方法，当然就是说你赚他越多的，他目标越大嘛，对不对？他一开始就是3大这个贸易对象啊，对不对？中国、这个加拿大，还有就是墨西哥啊。另外的话，事实上的话，就去年来讲，台湾跟美国的贸易顺差不同的统计啊，我看了普遍的说法在739亿美元。而且比2023年啊增加很多，2023才478亿。那我们去年又赚的特别多，在所有美国的贸易逆差的伙伴里面啊，被赚美国最多，我们排名第6。你想想看，还想不逃过川普的制裁啊？那是自己这样在靠运气，靠现实数字的话是逃不掉的。对，而且川普多次讲，台湾偷了美国的晶片。对，这个晶片呢，要让晶片回美国。美国其实川普前一阵子他的一名这个主要助理不已经说吗？关税只是手段，目的是什么？制造业回美国。所以现在台积电这个做法，事实上话厂你设了，然后拖拖拉拉搞了2-3年，现在还没开始量产呢。美国是不会，川普是不会满意的，基本上就只有继续施压，就是一定是对高端晶片继续，就他讲的100%嘛，对100%嘛。那这一投下去，事实上是没有错。我们台湾有一些亲戚学者说没有关系啊，因为这个台积电产品的替代性不强，所以说这个你争100%那是美国厂商他要怎么样？他要负担这个关税。我们台积电的出货量呢还是不会变。对。虽然我的获益还是一样，那多出来100块钱，不是100%的税是你美国的那个消费者他去负担了。可是事实会不会如此也很难说。会不会加速呢？台积电它在美国的整个生产的这个量产的这个速度？这也很难说。对，那不过我觉得光这一个如果是100%的话，对我们的经济的整个的我们的整个的芯片业的整个心理上的打击就很大。你比如说 DeepSeek 它还没有产生多大的效果的时候，美国的 NVIDIA 就被下掉6000亿美金了。对，那对台湾的股票市场影响多大？对，而且川普事实上他这种贸易的这种做法来讲的话，他最近几个宣布，在美国股市都造成股市大跌，那造成今天台北的相关股市也都跌，所以呢，这个对经济的冲击还是很大的啦。我觉得，我不晓得现在我们这个经济部有没有什么对策。不过你知道刚刚讲那个我们这位经济部长他自己不出面叫他一个次长，你知道他过去上任没多久，因为在这个经济部里面耍官威，然后呢，已经有3位。经验丰富、专业非常让各界都觉得看好的3位次长提前退休不干你现在要打仗的时候，你把这个将都给他赶走了。你现在你是姓郭嘛？这个部长叫什么？郭志辉，你自己能打吗？他说川普影响有限，4年而已了。4年啊！哎呦，心脏很大呢。这种话要讲在别的国家，他立刻下台。这就是我们台湾没有真正的制衡能力，跟没有真正的民主，然后他的主帅识人不明，造成意识形态治国，造成。现在是台湾经济很大的一个冲击一个危机然后你要知道，我们这个农产品的平均关税，我们15%对。然后呢，我们现在卖到美国的大部分的产品，所谓的都属于 ITA 的免税项目，它一给你加下去的话，你基本上是没有什么转换空间了。对，你不是原来有10%，现在给你加成15%，不是它一加下去，你的成本就增加25%下去，就是25%的成本，你还有什么竞争力？如果韩国没有被列入的话，你还有什么竞争力？
所以我觉得是我们经济面临了应该是这个是十几年来最大的一次危机放在前面。结果呢，我们的郭志辉部长把打仗能用的兵都已经先赶走了，他自己又不出马，然后要等川普下台。我看是他先下台还是川普先下台吧？好，来问赖老师，川普的一个关税大刀啊，目前是钢铝，那就跟他上任的时候情况一样，也是先从钢铝来课税啊。这个很明显的不是针对大陆跟这个俄罗斯，是针对他的盟友啊。影响最大的是加拿大、墨西哥、巴西，在亚洲就是韩国、日本、台湾，然后接着就是欧盟啊。影响最深的是这些国家。接着他又提到了关税的概念，他转换了，他说是对等关税。对等关税就是你对我课多少就对你课多少啊。那欧盟美国对欧盟的关税，汽车是2.5%，那欧盟对美国的关税是10%。现在他要求对等，欧盟愿意降价，降到2.5%。这个对于这个美国的国民车是有竞争力的，有帮助的。但问题就是日本、台湾、韩国等，还有农产品要不要都开放进来？欧盟也好，日本也好，他们现在最忧虑最深的就是农产品的大举进军，这个会冲击到整个日本的农产品，也会冲击到整个欧洲的农产品。好。石破茂跑去美国，最后他要到的一个东西，就是拜登时代的所打造的那些机制再度确认而已，没有新的东西。QEAD、AUKUS、美日韩，然后美日菲还有介入台海的问题，然后介入南海的问题，就6项东西，川普说好啊，都接受，那就是没有给你新东西。但是你要给我新东西咯。第一个，你的日铁不能告我，为什么？因为你现在改投资了嘛，改投资不是并购，你就不能告了，所以诉讼要撤销了。那问题来了，你还要投资我，你的国防经费要增加到2%，你国防经费增加2%，可是你日本人当兵的只能够募到20几万人，都已经很紧张了，那你的国防经费增加这么多干什么？那当然就是买武器嘛。跟谁买？那就跟美国买。还有呢，一大部分的钱就是要给美国驻守在日本的那些军人。过去川普他要的是不只是这些人员的薪水跟行政开支，他当时要的是连武器装备都要用租的，向美国租。也就是说，美国的军人开的航空母舰到日本来的时候，那这个费用你要支而且是航空母舰我来这边停留1年，你就要租1年；停留3年，你就要租3年。你想想看，这个费用有多庞大。所以我们估计这个石破茂在这一次真的是赔尔夫人又折兵啊。川普是想联俄制中，可是你联俄，你要给俄国什么礼物？给乌克兰吗？把乌克兰送给俄罗斯吗？怎么可能嘛？所以我个人觉得联俄制中或者联中制俄，这个已经是落伍的东西了，不可能实现。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